影片开始之前呢，先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买新的笔电。因为陪伴尼可4年的 Acer Aspire E15 文书机，对于剪辑影片来说负荷量太大了，预览剪辑影片就已经卡到爆炸，输出档案更是要花上半天以上的时间，真的是等到尼可都老了。但最近刚好澳洲的 Black Friday 档期来临，电子商品有超大的下杀折扣，小资族大福音啊，所以尼可就手刀下定了我的新笔电。Yeah， my parcel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回家开箱去。Hello everyone, welcome to Nico。我是尼可，大家好吗？我今天要来开箱我最新的笔记型电脑。那我今天是一个科技宅的状态，所以我今天穿的也非常的宅。这个是我大学的系服。Hello， 日系的孩子们，有没有觉得很怀念呢？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就来开箱我的 Dell Inspiron 15吧。Let's go。先来讲一下我对这个 Dell Inspiron 15的第一印象。从外观来看，它就看起来非常的有高级感。然后我选择的是银色，所以看起来非常的科技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，我非常喜欢它一个设计是，就是我在它打开的时候，你有发现吗？就是它的萤幕还有键盘会让它站起来，所以就会更符合人体工学。然后它的键盘的部分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是从美国的网站上订过来的，所以它只有英文字母的部分，没有注音或者是仓颉，但我觉得这不影响。然后左边的部分，这个是电源孔，然后 HDMI 一个 USB 接槽，然后跟一个 C Type。然后再来右边的部分，这个是音源线，然后一个 USB 跟这个很重要的 SD 卡插槽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外观是非常美的。然后它这边有一个 Webcam 在这里。首先，它拥有15.6寸 Full HD 显示萤幕，搭载 i7 390H 11代处理器，储存空间为 1TB SSD 固态硬碟，16GB 的 RAM 记忆体，显示卡则是 Intel Iris Xe 的内部显示卡。那很多朋友就会问啦，为什么不顺便升级成独立显卡呢？这是因为这一台 Dell Inspiron 15的内部结构，当我选择了 1TB 的 SSD， 就没有办法升级成独立显卡。而尼可也不想为了显卡而屈就于 512GB 的储存空间，所以呢，最后以影片剪辑的实用性来讲，我选择了 1TB 的 SSD 固态硬碟。在看新笔电之前呢，先来看一下我老战友的表现。我在背景先开启影片预览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CPU 直接上100%这个极限，但处理速度只有 3.08 GHz。其他方面的表现也都快到临界值了，但值得赞许的是它双显卡的部分。可是你看这个数据，其实也明显的印证了单纯剪辑影片其实用不太到显卡的效能。那现在来换 Dell Inspiron 15，我一样在后面开启我的剪辑影片预览模式，大家可以看到目前 Inspiron 的 CPU 使用率只有20到50% 左右，但速度却可以达到将近 4.5 GHz。所以对 i7 11代处理器而言，剪辑影片是绰绰有余。那再来看它的 GPU 显示卡，也就是我一开始选购的时候最担心的部分。但它目前的内显的使用率也只用了 20% 左右，所以对于剪辑影片来说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开始使用 Dell 之后，我觉得最有感的就是预览剪辑中的影片，完全没有之前使用 Acer 卡顿问题。大家看过对比画面就知道尼可之前剪辑影片是多么的痛苦，因为无法顺畅预览，所以需要汇出影片一整个晚上，然后隔天才能知道要修改哪里。但我也必须要说，辛苦了我的 Acer Aspire E15，被我以文书机的规格当创作性笔电操了4年。
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有了 Dell Inspiron 15，我的剪辑之路就能一帆风顺。再来，我知道大家都很好奇，这个 Inspiron 15到底要多少钱呢？4万元、3万元，答案是台币25,980元，重点还免运费。这样的规格配上这样的价钱，根本就是史上最便宜 CP 值最高，不买你会后悔的超轻薄笔电呢。所以预算有限的朋友们，错过 Black Friday 档期没关系，圣诞节还是有很多商品折扣优惠的，所以只要上官网去查查看，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资讯咯。然后这部影片不是业配文，但我还是非常希望 Dell 能来找我合作啦。还没订阅按赞的朋友赶快订起来呀！下一部影片将会是 Black Friday 超优惠神秘商品大开箱，所以记得开启小铃铛，你才知道到底要怎么省下荷包又能满载而归哦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尼狗尼狗，下次见，拜拜。